这又是一次周末的欢乐出门，疲惫而归。越在北头住的久，越发会觉得台北最靠北的北头真的很宜居，像是温泉啊、爬山啊，有不少悠闲的去处。而今天我们搭乘这趟从北投站开往新北投非常有特色的温泉捷运，去往的却是一个人文景点。出去玩氛围很重要，虽然这趟捷运上的乘客有许多或许只是回家，但也总能看到不少拿着登山杖、背着登山背包的游人，让出游气氛得到提升。非常不巧的是，刚走出捷运，天空就开始飘雨。看了看时间，就先解决吃饭问题吧。随着小孩越长越大，会的越多，大人确实可以开始变轻松不少。吃完饭已经雨停了，从新北投捷运站沿着泉源路一路上坡，看到一排有着漂亮绘画的围墙，颜色鲜明的动物图形，配上充满海岛原住民风格的花纹图案，让人一路看得津津有味。小壁虎，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名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北的亲子生活。我们走到围墙的尽头，发现是一所双语课程的国小。逸仙国小。此时儿子突然说要大便，只好厚着脸皮借问国小能否开放厕所一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抱着儿子急冲厕所，在解决完内急后，也好趁此进入参观一下。看到有一块各个班级自己种的菜地，就对这样提倡小朋友接触大自然、教育粒粒皆辛苦的学校有了好感。上网搜了一下，突然看到其设有妇幼，想起了去年儿子登记报名幼儿园时的情景，熟门熟路查询到他并没有和我们家所在的里对口，看来不搬家是无缘这所很有好感的学校了。倒是看到校方竟然也开通了 YouTube， 虽然订阅数还不到300，但已经开通有10年之久，当初应该也算非常前卫之举了。随便点开了一则影片，内容是学生记者介绍北投图书馆。想来现在这名学生应该已经在某所名校深造了吧。看到2个小朋友在这里就开始玩到低电了，有点担心煮菜还没上就要回家睡觉了，赶紧敦促全家人上完厕所就走。继续往前，突然看到中国明星，不对，好像是新民国中。看到国中门口拉着不少写有狂贺的横幅，觉得挺有意思，好像和我们教育的谦卑、内敛、低调有些不同。狂贺总给我有种容易乐极生悲的感觉，看来在这方面用字遣词上差别还挺大的。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中心新村这个眷村了。中心新村原本是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的眷村，是国防部通过的全台13处眷村保存区之一，也是台北市少数仅存规模完整的眷村，更为全台唯一的温泉军医眷村。进村第一户就是有着台湾历史感的蒂芙尼蓝色大门的里长家，同时也是这里的中心美容院。眷村围墙上有着不少卡通画，同时也展现了眷村里的一些生活。近期的活动就是这个新村季，
看到现场有不少打扮潮流的年轻人，在为今天的活动忙里忙外，似乎给老旧感的遗留眷村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现场有不少摆摊，尤其是这样有着复古商品的摊位。没想到还有不少适合小孩参与的活动，像这个由台湾玩具图书馆承办的摊位，在让小朋友参与活动赠送玩具的同时，也提倡回收玩具，让爱延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持续发展项目。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你也说谢谢好不好？谢谢啊。再来，边上还有壮壮的老朋友，北投亲子馆摆设的摊位，完成挑战即可赠送环保袋。当日的工作人员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老面孔了，非常亲切。哇，北投亲子馆，好，谢谢。再往前走，就是一处开放式的眷村大院。从一些有着年代感的家具摆设中，似乎能嗅到一丝童年的熟悉感，同时又有非常大的陌生感。台湾这个同样出自中华文化的不同分支，在这次眷村之行中，又让我多了一分感慨和感悟。走到了厕所的展厅，里面从头到尾一条沟渠式的构造，并且厕所大门并不是完全封闭，让果果回想起了当初我们去北京时候，他第一次看到这种厕所的不适感。没想到远在异地的台湾眷村，曾经也使用着同样的结构。再到一个模拟打电话的体验，我刚刚只听到从电话铃响起，再到接起电话传出一个有些空灵、有些飘渺的青年女声后，听了她缓缓叙述，突然有一阵悲伤，因为电话内正诉说着一个因那段特殊的历史而无法相聚的故事，希望历史不会重复。哇，听了会想哭了。真的假的？他就说再也见不到他了。天哪！已经7年了，然后我爸爸也老了，什么心脏也不好，就是感觉隔在两岸见不到了。天哪！以前是这样子的，很多那种父母就是夫妻生下来小孩可能才3个月不方便带来台湾，他就想说，之后再回去。那个谁的就是这样，林青霞的姐姐就是这样。他爸妈就是生下他姐姐，然后姐姐才3个月，他爸妈就来台湾，然后再见面的时候，他姐姐已经40几岁了。对啊。好，那你挂起来。走出这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展示，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甚至未来感的展示——曼达洛人实体道具展示。你记得吗？听着作者在旁边兴奋地介绍着这些纯手工打造的装备，非常羡慕他这样倾情投入一件事物的愉悦之感。很多人问我说，这个
是你收藏你买的吗？哦不，有时候我也希望，我说如果我收藏我买了，它代表我很有钱哦，那我要有就不用那么累了。可是这都是我做的，就会很累。之后可以量产，肯定很多人想买。有很多人有想要做啊，因为这个都是人穿的。是啊。对，这都是人可以穿的，我只是现在把它铺到在 model 身上。对。但是其实像这个都是你都有穿过。就是我穿的，然后在 cosplay 在走路的那一种，好帅的。再往里走，又进入一处眷村大院，看着墙上的介绍，以为又是一场伤感回忆，没想到走进去画风一变，变成了儿童专场。原来这个空间内就是这次新春季专门为儿童打造的娱乐空间，想得真周到啊！来到2楼是眷村桌菜主题的游玩项目。你给我看看，哇，好吃哦！此次活动每一条小巷子里都不乏惊喜。这里又有一个非常复古，在上海几乎很少见到的爆米花，与眷村非常相称的感觉。不是真实的。棒吗？不过看起来现在的设备有所进步。以前我所看到的爆米花师傅是需要一手扇扇子生火，另一手旋转炮筒，这样类似左右互搏功夫的神奇角色。甚至之前还看过不少用生命在爆爆米花的影片。看来现在的设备要安全多了。我没想到。最后在吃着爆米花，剩着仅存的电量下，我们收获满满的往回走了。这趟的眷村行让我对那段特殊时期留下这样的特殊建筑以及那批特殊历史下的人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再做更深入的了解吧。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再会。